感谢阿美洛夜色键盘对本视频的大力支持。夜色艺术家啊，不，键盘艺术家阿美洛。全宇宙的华人玩家们、穷逼特工们、独臂忍者们，你们好，感谢收看《就周玩游戏》，我是年俊。我们这期聊《全境封锁2》，怎么？你说智狼？哎，智狼我都不知道今年之内能不能通关了。不，智狼已经通关了，正在制作，下期就是了，不要急。伟明那边呢不是很急，我们还是先解决华盛顿的危机。我们3年前吐槽过第一代，然后呢，看这一代似乎变化不大，育碧的宣传也比较低调。所以呢，我本来以为我们不会再做这一期视频了，但是结果完了之后发现变化其实挺大的，而且经过了第一代将近1年的游戏，我对它有了更深的理解，特别是它的战斗系统啊。因此，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了解这款游戏，我们还是做了这个视频。不过，《全境封锁2》呢的改变毕竟是升级式的，而不是彻头彻尾的大变化，所以可以聊的内容不多，最多聊个10来分钟。所以本期视频的后半段，我想加一个私货进来。那就是聊聊微软的这款面向行动不方便人士的控制器啊，特别是像智狼这样的人士哈，这是一款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的东西，值得大家了解一下。好，我们先来说说《全境封锁2》。全境封锁系列的开发组 Massive 是育碧在2008年从威望迪那里买过来的小组。所以这个小组相比于育碧其他团队显得更加特立独行，更有自己一套风格。比如没有改名字为育碧加陈世明，比如并没有大量参与整个集团的其他 IP 开发，而是更加专注于自己的 IP 全境封锁，只参与协助过《刺客信条：启示录》和《孤岛惊魂3》。又比如没有使用育碧惯用的铁砧引擎，而是自己开发 Snowdrop 雪莲花引擎。又比如玩家竟然不能爬在墙边。这些特立独行的好处是，让他的游戏和育碧其他那些工业化生产出来的游戏有点不一样，但它的坏处是享受不到育碧完善工业化所带来的稳定成熟的内容生产体系。因此，全境封锁虽然也把汤姆克兰西顶在头上啊，但他的系统几乎是小组自己从零打造的啊。什么？你说公式化开放世界？哎，这个又不是育碧一家的专长。因此，虽然 Massive 已经很尽心尽力，后期的更新也极大的完善了游戏内容，但是《全境封锁1》仍然像个半成品。这里说的半成品，倒不是说游戏品质不合格、游戏内容不足这些制作上的半成品，而是游戏的系统和设计机制不够合理，让玩家很难感受到制作组想表达的体验。这也导致我在第一代测评里调侃啊，玩家的行为和制作组设想的完全不同。特别是在暗区里，制作组所设想的，在预告片里演示的背叛和反背叛的大片几乎不会发生。别说队友之间的叛变了，就连陌生人的 PVP 都不常发生。过低的回报、不公平的装等、NPC 骚扰过于频繁等等因素，让玩家很少愿意冒这种风险，反而达成了纳什均衡，硬生生的在暗区里建立了一个相对有序的社会，成了社会政治学的一个经典案例。这么看，育碧的贡献还是很大的嘛。而终于来到第2代，由于整体玩法没有改变， UI 设计和交互逻辑没有改变，画面没有进化，操作方式也没有调整。哎，等等，那这第2代到底改变了什么？别急，所以制作组这回有充分的时间把游戏的内容和机制设计得更加合理，更加能调动玩家的代入感。于 PVE 内容来说，全境封锁2大大提高了地图的互动元素。第一代大地图上非常空洞，除了一堆堆的敌人傻傻站在原地，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就很少有什么要素了。偶尔出现的可互动 NPC 也只是向你讨起。大地图就只剩下从基地跑到任务点的功能啊，真是浪费了这么好看的纽约雪景啊！什么？你说收集要素？你确定玩家真的喜欢这些吗？而在第2代里，大地图上就丰富多了啊！己方的 NPC 不再只是躲在基地里的怂货，而是会以不同据点为单位组成小队进行活动，有时候是外出寻找食物，有时会进行物资护送。
或者自发的解救人质，或者主动争夺敌方资源。如果你闲着蛋疼可以尝试跟踪一个小队，看看他们到底都干了什么，或许会觉得非常有趣。而敌人也一样不会闲着，他们也有自己相应的活动，送物资、杀人质、巡逻、抢劫等等，真正的无恶不作。以上这些活动，玩家都可以进行干涉，独自一人截杀坏蛋的队伍，协助己方小队护送物资，还是一支穿云箭，一个小队来相见，叫 NPC 来帮助自己攻占敌方据点，等等等等。反正地图上总有各种突发事件和做不完的事情，甚至有时候有身份神秘的 NPC 给玩家一个悬赏任务，追杀某个精英敌人，但却只有一次机会，失败就消失了。这些改动都让大地图更加鲜活，更加充满乐趣。而同时，在大地图闲逛也更有意义啦，因为地图上有更多散落的可回收利用的可再生或不可再生、民用或军用的可左右双方战局的重要战略物资。说人话就是有更多垃圾可以捡啦。在上一代，虽然偶尔在地图上能打开一些背包捡垃圾，但那也太偶尔了吧，比在拐角撞倒美女还难得呀。因此，整个游戏几乎没有捡垃圾的乐趣。要知道，捡垃圾可是现在游戏业最大的乐趣之一啊！你们说是不是？是不是？我们就是这样，我们不爱收集要素，但是我们爱捡垃圾。而这一代制作组听取了玩家奇怪的癖好，产生了更多的垃圾，像放共享单车一样，把这些共享垃圾丢到地图上的各个地方。玩家不仅能高频率的找到垃圾，甚至还能开出不错的武器和装备。加上这次制作物品所需要的资源，很多都需要自己探索，因此外出捡垃圾成了必须也有趣的行为。玩家甚至可以根据场景的地点、建筑、地形等因素，推测出哪里有更多更好的垃圾。这下玩家真的可以在游戏里成为垃圾搜索专家啦！我觉得这堆垃圾气味浓厚，香溢四方，品类繁多，摆放有序，而且还很少有乞丐来过，想必是个风水宝地、龙脉之处，一定有不少剩饭我是说有不少资源和装备，带昂老聂去探查一番。总之，我真的没有想到我在华盛顿捡垃圾的日子会这么有趣，而游戏的主线和支线内容也丰富的撑啊！玩家在满级的路上绝对不缺乏各种玩法，做任务、捡垃圾，轻轻松松就能到达满级。加上这次任务里很多地方都涉及到了美国经典场所和历史，国家档案局、林肯纪念堂、国会大厦、航空航天博物馆，反正就是把 DC 华盛顿给闹翻了个遍。你甚至还能遇到当了总统但是战斗力依然彪悍的史泰龙，他甚至有了特异功能。好了，满级了，可以 AFK 了。且慢，特工请留步，这个游戏满级才刚刚开始。其实这句话很多游戏也有啦，不就是满级之后才开放更难更多的副本继续刷吗？不，在全境封锁2里满级后，连剧情都重新开始了，甚至说满级后的剧情才是真正的主线剧情开始，而之前所有的任务地图都按照新的剧情全部重新设计一遍，占了整个剧情将近一半不过这里就不剧透了。虽然说这些任务的地图没有变化，但是重新设计后的打法也的确带来了不同的感受。总之，游戏主线和支线的丰富，得有5个圣歌之多。圣歌什么时候成了测量单位了？而在暗区 PVP 里也变得更加合理。育碧可不想做什么法治社会的研究案例，他们给了玩家广大的白区享受 PVE， 那暗区里就应该乱到无法无天才对。因此，第2代他们把暗区做了几个改动。首先是暗区里的地图从过去的一个大区域分成了不同的几个小区域，在单独的小区域里，玩家碰面的机会更多了，厮杀将会更频繁。第2就是把数据进行标准化，任何等级的玩家进到暗区里都会统一成一样的数据和等级，新手和老鸟之间的差距被大幅度降低，就像竞技游戏一样，这让每个玩家都没有了作奸犯科的后顾之忧，而叛变之后的收获变大，也让叛变特工真正多了起来。反正我就真的被队友背叛了好几次，那既然这样，我干嘛要那么乖乖的听话呢？总之，整个全境封锁的框架上，在肉眼可以分辨的地方没有进步。不过还好，他本来的表现力就足够优秀，但是在玩法、设计、系统、暗区机制这些不可见的内容上，却做了极大程度的重新设计，让这个看上去几乎没有变化的换地图游戏，实际体验却上了一个大档次。算是终于实现了制作组一开始对这个系列的构想，让这个看起来无聊的刷游戏，一旦刷起来，还真香。
尽管改进了这么多，但依然改变不了它是一款装备驱动型的帅穿锅游戏。但即便是喜欢刷的玩家，也不是任何能刷的游戏都接受的啊。刷的过程必须也得好玩，也就是战斗的机制。而在这方面，全境封锁意外的出色，特别是来到第2代，这也是我第1代虽然吐槽了很多，但依然玩了快1年时间，而且非常期待第2代的原因，那就是它意外的建立了一个非常接近真实的枪战机制。什么？爆头不死还得突半天慢慢扣血，这也能叫真实？没办法，这个确实没得洗啊。不过这几年这类游戏不少，我们也算习惯了。但这种不合理却意外地诞生了新的合理的地方。好，听我详细给大家分析。在普通的 PVE 射击游戏里，因为爆头即死，所以玩家会倾向于提高枪法，高效杀敌。其实这个的前提是玩家和敌人的 NPC 是不对等的，因为敌人的 NPC 不会爆玩家的头，慢慢瞄准的风险被移除了。毕竟再高的高手，爆头依然需要花费瞄准时间。而即便在 CSGO 这样的对战游戏里，能够经常爆头的高手，前提条件也是自己死了，惩罚并不大，不就是再来一局吗？但在现实中，虽然这些精锐部队可能枪法神准啊，但那只是必要条件。实际上，战斗过程中他们不会瞄准头部，这样的风险太大。要知道，在现实世界，别说死了不能重来啊，就算任何部位中弹了一枪，都会痛得死去活来。那种手脚挨了一枪还能坚持战斗的桥段和神话没什么区别啊！而且伤员会拖累整个小组的行动力，甚至害小队全灭。所以在真实世界，作战部队追求的并不是更有效率的杀敌，而是追求做到无伤杀敌，因为受伤的代价太大了。为了不受伤，哪怕降低效率和浪费资源也在所不计。所以在真实的枪战中有个统计记录啊，战场上平均每2万发子弹才能有1发击中敌人。是不是觉得不可思议呢？打了2万发才打中1发，这2万发都打到哪里去了？事实上是这2万发子弹全都拿来做火力压制啊，说白了就是胡乱开枪，用密密麻麻的弹幕打得对方根本无法抬头射击，连举起手来盲射都不敢，最大可能的杜绝己方受伤的可能性，再让其他人迂回包抄击杀。弹幕网站里的弹幕一词就来源这里。其实这就是装备和资源的碾压，虽然并不帅气，甚至有点怂，但这就是现实最常用的、最实用的战术。当然，敌人也会采用这种战术啊，敌人可不是傻子。因此，保护己方侧翼，防止被迂回包抄，小队分散站位，形成交叉火力进行反压制，在反压制的空隙下不断走位换掩体，让敌方压制失效等等动作也是非常关键。在双方战斗力平等的情况下，哪边能运用好这些战术，就是生与死的区别。至于枪法什么的，并不是特别重要。因此，大部分游戏里，掩体对射、走位对射、站桩对射这些主要考验枪法的战术，在现实中基本不会出现。而大部分游戏也很难重现现实的这些战术。少数可以重现的军事拟真游戏也并不好玩，不适合大众。但全境封锁意外的在不拟真的情况下实现了，爆头不死只是增加伤害，那爆头的必要性就小了很多。敌人血厚的要命，那近战的枪法也失去了意义。因此，火力压制成了最有效的战术。而自己的护具和生命都非常脆弱，敌人的数量也不少，敌人的 AI 还很聪明，也会侧面迂回，所以保护侧翼，并且不断的移动反压制也是必须做到的，不然就等死吧。特别是游戏里还加入了我们的好朋友锤哥索尔，看到了他，你还敢在那站桩射击吗？因此，在全境封锁里，压制、反压制、包抄、反包抄、移动、限制对方移动，这些非常接近真实的战术，反而成为了游戏里最实用的技巧，而非枪法，还避免了军事拟真游戏里挨一枪的挫败感。这和其他注重枪法的射击游戏玩法不同，乐趣也不同。喜欢哪个见仁见智啊，但是多一种体验选择总是好的嘛。他用一种超脱现实、莫名其妙的方式，意想不到的达成了真实与游戏性的平衡，所以我才在上面多次重复“意外”这个词，因为我觉得这不是制作组一开始有意策划的，我猜测这是无心插柳的结果因为如果有意这么设计的话呢，应该会在教程或者提示里面重点提醒比如英雄联里面就有这样的设定，就被作为重要系统重点教学如果猜错了，我向制作组道歉。特别到了后期，难度大增，敌人数量多，血厚，攻击高，还聪明的要命，火力压制爆破火烧封锁掩体冲锋近战、侧面迂回、远程狙击，能用上的战术都用上了。
如果玩家之间不会配合、不会压制、不会反包抄，以及合理的配合每个队友的技能，那就基本不可能打通后面的高难度副本。因此，这游戏还有个最大的缺点，就是你得有战友。说到这里受我们战队的委托，这里要做下广告啊。Gameker 内部战队叫做 HRS， 如果你看到这个战队加你们千万不要接受，里面全是基佬，我都想退出了。总之，游戏的玩法整体变化不大，能吐槽的点呢也和之前差不多，所以想初步了解这个游戏呢，直接看我们第一代的视频都没有问题。而这个视频呢，则更多是更深一步去了解第二代那些肉眼看不见的改进，并经过了第一代长达1年的游玩，又来到第二代我更深的感受。所以这依然是个装备驱动下的刷子游戏对不爱刷的人来说呢，这其实是个最大的缺点这些玩家就不要尝试了但对喜欢这类型的玩家呢，他并没有太大的硬伤，现在在玩家之间的口碑也还算不错。而我在习惯了爆头不死、射击弹数值之后呢，也喜欢上了它的战斗机制，发现了另一种射击游戏的乐趣。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种注重战术而非枪法的机制所以如果你有同感，喜欢刷，能够结交上固定的队友，并且不热衷于精湛枪法的自豪感，那《全境封锁2》一定会让你一边吐槽一边真相吐槽什么？当然是吐槽 bug 啦。华盛顿的平民特工介绍完了，接下来是我想这个视频里夹杂的私货，因为我觉得这东西实在太有意义了。Xbox 自适应控制器，这里要特别感谢我们的观众七曜苏醒提供给我们的产品先声明一下，我们团队暂时没有残障人士，身边也没有这样的朋友，所以我们实际上并不能感同身受的知道残障人士到底在生活中和使用这些产品是什么情况，我们只能简单的模拟一下。所以这期视频里面如果产生了可笑、滑稽或者任何看似有取笑性质的内容，希望各位理解，我们并没有任何取笑残障人士的意思纯粹只是我们并不了解这个群体。事实上一开始我们也想过限制我们测试人员的身体去模仿残障人士用这个玩游戏的过程后来觉得可能太过于嬉笑打闹了，所以取消了，还是选择严肃的去对待这款产品。OK， 说回硬件可能也有人会质疑残障人士对游戏的需求，但他们真的很小众吗？非也我们调查一下数据，现在全球身体功能不健全的人数已经超过了10亿占比相当于全球人口的15%别说少了，多的都有点夸张了。虽然不能说每个人都喜欢玩游戏，可哪怕再小的比例乘上10亿，都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很有可能就在我们身边，在某个我们不知道的房间里，用着不是为他们设计的手柄，笨拙艰难却又快乐地享受着另一个世界的冒险。尽管绝大多数的普通玩家不会购买它，尽管大部分都不了解，也并不打算去了解它，但 Xbox 自适应控制器的诞生，至于整个行业，远比微软耗资上亿打造的地表最强手柄更能让我为之折服。因为这是第一个游戏行业里的一线公司站出来，专门为残障人士这个特殊群体量身定制的硬件，也是整个行业在发展的第60个年头，第一次以如此正式的形式去关怀这个群体。事实上，一直以来，残障人士庞大的基数也是游戏设备不能有效匹配的原因之一。毕竟身体的残缺程度是无法预测，因人而异的。有些人只是色盲，有些人能动的只有手指。哪怕是同一类的病症，患者实际的活动能力也会有天差地别。所以想要像 X1 手柄那样，通过一个模具适配全世界普通人的做法是行不通的。而一旦硬件无法统一，数量上不去，成本也就下不来。国外其实一直都有针对这类玩家的设备定制服务。可他们不但价格昂贵，生产能力也非常低下，因为每个客户都需要对症下药，单独设计。相较于庞大的基数，可以享受到这项服务的人实在少之又少。所以微软的 Xbox 自适应控制器完全采用了不同的思路。严格上来说，它是一个控制平台，而非传统手柄，并不是用户把它买回来了就可以玩了。Xbox 自适应控制器
本身附带的按键其实只有一个很大的十字键以及2个更加巨大的黑色圆盘。默认情况下，它们分别对应 A 和 B。大家可以将它类比成红白机手柄的超级放大版，只不过键程更短，回馈声更响。不需要特别用力了，任何人都可以用任何部位轻松按压。但很显然，这样的配置是无法满足现代游戏的需求的。它真正的亮点在于其后面完全自由的定制功能。Xbox 自适应控制器将传统手柄的所有按键、方向、肩键、功能键，甚至微软的西瓜键，全部单独的做成了一个可以连接外设的 3.5 毫米音频口。左右两边的 USB 则分别对应左摇杆和右摇杆，并且在此基础上还另外添加了 X1 和 X2 2个额外的按键，方便用户自定义。换言之，通过 Xbox 自适应控制器，玩家可以把传统手柄的所有按键映射成任何自己需要的形态，踏板、按钮、摇杆、拨片，甚至一些正常人都没见过的特殊外设，都可以自由的通过这个平台互相联动。而且 Xbox 自适应控制器背面也留有孔洞，玩家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将其固定在需要的位置。哪怕只是放在桌子上，防滑效果也极其出色，不用担心位移的问题，对行动能力有限的玩家非常友好。而这也是它为什么叫自适应控制器的原因，不是让残障人士去适应控制器的设计，而是让控制器根据玩家的身体需求组合拼接。我们既可以把按钮摆在胸前拍击，也可以放在高处用头按压。当然，有了硬件的支持，软件的协同也必不可少。不用说，这款设备原生支持的肯定是 Win10 和 Xbox 主机。玩家可以通过 Xbox Accessories 的 APP 对自适应控制器的所有按键进行自定义其实也就是精英手柄的那个软件啊。Win10电脑打开微软商城，搜索关键字 Xbox 就能发现，国内一样可以正常下载和安装。它实际上也支持微软自家的其他手柄，不过可以自定义的内容就远远比不上自适应控制器了。自适应控制器不光支持全按键的更改，还可以将其中一个按键设置为 Shift。在按住 Shift 的时候，所有其他按键都可以触发第2个功能，而且这个功能也支持自定义。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个设备上会有 X1 和 X2 这2个额外的按键的原因之一。就拿官方支持的单摇杆来说，它的2个肩键默认就对应 X1 和 X2， 并且在《刺客信条》这样的 3D 游戏中，分别对应向前走和向后走。但最棒的是，如果我们把一个肩键设置为 Shift， 并更改左摇杆的设置，那么按下 Shift 时，左摇杆就会变成右摇杆，也就是说不用双摇杆，不用2只手，单手单摇杆就能够实现大部分双摇杆的操作，实用性直线飙升。虽然走路和控制镜头并不能同时操作，但是至少可以流畅游玩啦。特别对于那些只有单手可以正常使用的人群来说，这么一个小小的改变，可能就会为他们的游戏体验带来质的飞跃。如果玩家选择的是 Xbox 主机，那它的体验会比 Win10 更加友好，因为 Xbox 主机本身是有副驾驶功能的也就是2个手柄可以同时作用于同一个游戏角色。这个功能的初衷是让老玩家可以更方便的带新手，不过由于自适应控制器也被识别为了手柄，这意味着它和普通 X1 手柄也能同时运作，它们之间可以互相弥补功能上的缺陷，也能相对减少用户在外设上的开销。我甚至觉得副驾驶功能对自适应控制器的加成要远比它初衷更加有意义。另一方面，对于 PS4 和 NS 来说， Xbox 自适应控制器也不是完全没有用途。虽然不能原生支持，也会损失一些功能，但是通过类似 Magic NS 这样的蓝牙转换器，自适应控制器姑且也可以运作。不过考虑到成本问题，我不可能把所有外设都买过来挨个实验因为它们的价格真的都不便宜。微软自己的这个控制器价格倒还好，但其他第三方外设就价格惊人了。特别这个按钮在官方商城里要卖到惊人的$60，这要是换作其他领域的玩家早就揭竿而起了。这还是微软牵头之后的市场。在此之前，我很难想象一个残障人士想要获得理想的游戏体验需要花费多少金钱和时间。他们依旧是这个世界上的弱势群体，这也坚定了我们想要推出这段内容的决心。希望未来这些产品的价格可以更低或者万能的滑翔北赶快跟进吧。与其说微软的自适应控制器让我们开始重新审视残障人士，倒不如说这款产品揭露了过去我们到底有多么不在乎这些人。所以当微软站出来宣布 Xbox 自适应控制器时，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它标志着游戏行业的发展正在进入新的阶段，继娱乐、教育、文化之后，游戏在现代社会里的意义更加全面了。它可以成为无私奉献的那一方，它可以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时代周刊将 Xbox 自适应选入了2018年50大发明之一，但对我来说，这可能是本世代里游戏领域最走心的硬件。从无需任何裁剪，轻松一扯就能打开的包装，到每个接口处为了便于盲抄而设计的凹槽，它的身上处处流露着人文情怀的温度，让人忍不住发自内心的感叹：时代真的进步了。假如各位身边也正好拥有行动不方便的朋友，而他们也同样渴望获得和正常人一样的游戏体验，那么请把这款产品介绍给他们，让他们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在乎他们的。OK， 本期视频先到这里 ，Gameker 运动站，我是林彦俊。